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以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定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我没关系，要相信努力能改变结局。为了你，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。我会陪你到底，一起看着天晴，我和你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呦，麻的有这样痛吗？这么夸张？哎，这么大的一片淤青啊，能不痛啊？你就忍一下啦。忍你的头啊！哎呀，我的头好像也起包包了。你看那，我都叫哥带你去医院看了，你又不要。哎，我刚刚才出院不久啊，你以为我住院住上瘾啊？看什么医生啊？自己来。对不起，安迪，都是我连累你。那个变态老发疯又不关你的事，不受你控制，不用讲对不起。可是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因为跟踪我才会知道灯饰店的。马德的伤没有什么大碍啊，你就不要自责了啊。之前亲家母还骂你啊，捏造故事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要是你没有搬走的话，就不会落单，就不会被人家盯上了。哎，我听炳叔说，那个变态佬整天在我们店门口等你呀。哎呀，我听了都替你感到担心啊！安哥、安弟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我连累了你们，你们还要替我担心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迟早都是一家人了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红哲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回去可恩的新家，把他的东西全都搬回来，你呢就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。谢谢安弟、安哥。今天苏帮忙给大减价，你看，伯母，我来帮你。你为什么又跑回来？可恩以后呢，就继续住在我们家啦。说什么啊，亲家母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以后他又住你们家？他为什么不能够搬回来这里住？哎，你说的那个男人啊，原来是个变态佬。刚才他就出现在我们的店门口，还好我的扫把功厉害啊，要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什么变态佬？是她叫她的男朋友假扮的吧？这么容易办啊？你看看我这一大片淤青，不会是特技化妆吧？才一个下午，就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咸鱼大翻身啊！你到底给他们吃了什么迷药？伯母，我看你对我的误会真的太深了，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要再演了，你给那个变态佬多少钱，叫他陪你一起演戏啊？哎呦，搬弄是非的人先告状，有好戏看了啊！我们。婉玲，不要乱说话。马德，我帮你换新。我才没有乱说话哎！是谁先拿出一大堆证据说那个大变态是假的？人家都没有跟他争辩就搬出去了，现在搬回来又说人家什么灌迷汤、演戏的。我们家以前哪有这么多是是非非啊？我是在帮你们啊！你们现在让这只狐狸精搬回来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什么麻烦？会有什么麻烦？人家可恩在我们家，又帮忙煮饭啊，又帮忙顾店，论贤淑啊，你女儿还输给他。至少我女儿外面没有男朋友啊，也不认识什么疯子、什么变态佬。可是刚才我好像听到某人说变态佬是假的哎。OK， 如果说变态佬是真的，那就更可怕。你现在跌到这个样子也就算了，谁敢担保以后会不会有人上门来砍人啊、杀人啊？你们家有老有少，你让他住进来啊，就好像把一颗计时炸弹带回家。亲家母，
如果你真的这么怕，你就赶快搬回家，连累你一起死，我真的会很过意不去的。亲家母，你行行好不好？你看清楚啊，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好不好，我自己心里明白。之前你处处针对他，人家都没有讲过你半句坏话啊。可是，你看他现在这副死样子，他是装的，他是在用苦肉计来骗你们，全都是假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挑拨离间了，听得我心都烦了。总之，这里是齐家，我爱给谁住就给谁住，我说了算。亲家母啊，我帮你把东西拿去厨房。你喝茶还没吃饱啊？有一股气啊，闷在胸口，要喝姜茶去风啊。那会不会胀风？你要不要吃香蕉？可以帮助消化的。不要，还是做香蕉面膜？我又不要去勾引男人。你好像有点不妥嘞。你才不妥啊！你真的是有点不大对劲啊！你有没有头晕啊？没有，你不要咒我，你乌鸦嘴是。真的没事吧？妈的，妈，大没睡啊？你的麻的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嘞，好像是有中风的迹象啊。中风？他刚走出去不是好好的吗？不好啊，不好啊！他刚才啊泡茶的时候，他的手是这样的，一直抖个不停，抖到满桌子都是水啊！你看，哎，还有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说呜，讲得不清不楚的。马特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妈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快！电话嘞，电话。马特，马特。刚才还好端端的，骂人还中气十足，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对喽，刚才我在厨房就看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，讲话又口齿不清，我就猜到他有点不妥了。刚才你们又吵架了？刚才没有啦。这几天家里又吵吵闹闹的，说不定麻的是被气到血压飙高啊！我都说嘛，那些惹麻烦的人啊，不应该把他接回家里住。伯母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吵这些啊？现在谁在吵啊？好了好了，亲家母，家里最能吵的已经躺在里面了，拜托你呀，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你说谁惹是生非？不是你还有谁啊？谢谢医生。洪哲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医生说麻的中风，是不是啊？我都说了，有可能中风啊。他刚做了脑部扫描，他脑子里的血管有淤血栓塞，必须要动手术。这么严重啊？医生说，幸好我们在抢救黄金期间把他送进来，现在只需要开个小手术，也许情况不会太糟，叫我们不要太担心。刚才骂人还中气十足的，怎么会有脑淤血呢？我也问过医生，他说造成淤血很可能是撞伤或者是长瘤，不过要等详细报告出来才能知道的。撞伤？会不会是上次麻德滚下楼梯的时候弄伤的啊？啊？都是你把麻德推下楼的。如果麻德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婉玲，你在说什么？不要乱说话。我没有乱讲话，他为了大嫂，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尽了。上次麻德滚下楼梯住院，都是他干的好事。什么意思？啊？不是亲家母送你妈的进医院的吗？是他跟那个死骗子陈建两个串通好把妈都推下楼的。陈建，是你那个男朋友啊？才不是哎，那个死骗子是他的干儿子，他们两个已经计划好把妈都推下楼的，要不然他怎样搬进我们家照顾妈的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是那个死骗子叫我不要说的。我原本以为妈德好了以后，他也住了下来，我就不再追究了。现在妈德变成这样，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。
你听我说，我也没有推他下楼了，是一大半原因也是因为意外。我没有想到亲家母会点得那么重。亲家母，我们亲戚一场，你要做的那么绝吗？我老太婆已经年纪一大把了，你为了你女儿出头，需要收买人命吗？不是我女儿啊，她什么都不知道的，不关她的事的，你们不要误会啊。全都是我自作聪明，是我自作主张。哎，洪哲，妈，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只希望妈的手术顺利，其他不重要。哎呀，还以为赶走狐狸精胜券在握，哎，没想到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啊，气死人了！哎呀，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谁料到婉玲会去跟他们说是我们把亲家母推下楼梯的。什么推麻的下楼？你们什么时候推麻的下楼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是婉玲意外提起这件事啊，她怎么能说呢？她答应我不说，这不是食言吗你？不能怪他，是医生说怀疑亲家母伤过头，所以才会中风的。婉玲就联想到一定是滚下楼梯造成的。就算是这样，也是她的错。哎，你们不要扯开话题。所以麻家中风不是因为高血压，是因为你们呐。不是，哎呀，总之医生没有说跟上次有关，就是齐家所有的人都这样想，我也不能怎么样。你们很过分呢！为什么要推麻的下楼？为什么？都说是一定是你，是你出的烂主意是吗？喂，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乱骂一通，凡事都有个意外的嘛。起初我们只是想让他扭伤，谁知道他摔下楼梯？更何况我们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你呀？让干妈进齐家跟你里应外合。谁要你们多管闲事？如果麻德真的醒不过来，你们过意得去吗？妈的，她是你亲妈啊！ OK 啦，全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事情不发生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也没有用，冷静下来，冷静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看要怎么应对。想冷静不下来呀！拜托你们呐，不要再出什么阴招，玩什么攻心计好吗？我去看麻德，哎，你要去哪里看他啊？去医院看他了。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，你这样贸然过去，不是自讨没趣？还不是你们害的，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OK， 你要过去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你。不过，你也要表示一下嘛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炖点汤过去，等你妈的醒过来可以喝，或者买一些东西当做赎罪也好吧。哎呀，就这样3两下功夫，那个老巫婆就被我赶出家门了。你问得太过火了，你忘了你说过，只要他说我爱你，你就会收手的。说出口的爱太肤浅了吧？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应该这样玩。你有见过一部电影，还没进入高潮就已经结束了吗？其实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他对我的爱，好像还不够死心塌地。他都愿意为你抛弃妻子了，还不够爱你吗？不算。如果他真的爱我，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？他这样做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可恩，你不要再玩火了。我没有玩火，我只是要确定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永远是第一位，就好像国强一样。你又去找国强？他想念我，我只不过是去完成他的心愿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吗？是爱。可恩，我很想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男人都爱撒谎，说话都不可靠。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我不撒谎，我是真的很爱你的。那你要怎么证明？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你高兴。
国强爱我，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，所以他是我博取同情最强的武器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国强好不容易出院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你不应该去招惹他的。他是一个计时炸弹，你把他当棋子，他随时都会爆炸的。爱情本来就是要有人牺牲的，只要国强认为值得，那不就可以了吗？那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跟淑慧面前。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女朋友？什么女朋友啊？别管他，快走！走啊！我就已经猜到那个老巫婆一定会去调查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决定来一招请君入瓮。有人，你终于找我了，我好想你。走吧。国强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要破坏我们，他想要娶我。可是我不想离开你，我不想跟他结婚。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是我的全部。那个老巫婆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揭发我跟国强的关系，就能够置我于死地。她太天真了，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我的计谋。反正他要揭发什么就让他去揭发吧。这个游戏有了他的参与，才会变得越来越真实。国强的出现，都是你安排的。没错，而且这一次，我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。我要让齐家每个人都知道，国强他是个疯子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够狠狠的还那个老巫婆一个巴掌。我要让齐家的人知道，老巫婆她以小人之心，她冤枉我。我要让王子同情我，看到我的无助。你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不会跟你走的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可是我的，国强的情绪不稳定，他病发的时候，连我都没有把握安抚他。你不怕他失控吗？我就是要他失控啊！他失控了才逼真，别人才会相信他是个真的疯子啊！所以他永远不会出卖我的，因为就算有一天他把整件事情说出来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。你这么伤害国强，你就不怕他报复吗？不怕，我的王子会保护我的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不是你平常玩的游戏。你是不是爱上王子了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会爱上他的。爱只会是我最强的武器。应该醒的时候，就不要坚持糊涂了。马德，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老太婆，死到临头还想着那个狐狸精。谁？你给我静静啦！我受够了！他有什么好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你们太过分了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！为什么？
不要乱想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想，不可以生气，不可以生气，不可以生气，要忍住，忍住。OK。还好不是很严重。妈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叫他们推你下楼。不过我知道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我也是有责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不然很多人会担心你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我知道妈的进医院，就过来看她。你不要假仁慈了哈！你跟你妈串通，害我妈都变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来这里？嘘，不要那么大声！我没有跟他们串通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你妈做了这么多小动作，你竟然会不知道？鬼才会信你啊！我是说真的，当我知道他们做出这样的事的时候，我也是很生气。你不要假惺惺了，我不想在这里听你废话。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！好，我走。不过这个汤我炖很久的，等下妈的醒来的时候，你端给她喝，可以吗？谁知道你会不会在汤里下药啊？就算妈的肯喝，我也不让她喝的。你还站着干嘛？你想等妈的醒来，活活把她给气死啊？我真的没有害妈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来了，我拿了汤给妈的，可是婉玲说不要，我炖了很久了，我不想浪费，你帮我拿进去吧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拿回去吧，马德不会想见到你的。你跟婉玲一样，以为是我做的。我怎么可能会叫他们去推妈的下楼？是他们自作主张啊！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都没错吗？啊？我们那么多年夫妻，我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不懂吗？我就是因为跟你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。你就是你，有错都是别人错，对吗？你算了，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，回不去了，跟你有没有关系也不重要。用10年看清楚一个人，太残忍。我只希望我们之间的事，不会再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难道她不是我妈的吗？你问问你自己，这些年来，你有把他们当家人吗？沿路灯火，影子唱的寂寞，想哭的时候，是否有牵走？提醒眼泪别太激动。天亮以后，我该往哪儿走？在无尽头，看无尽头。要喝是吗？我喝了。人在渺小夜要喝我的汤。到最后，谁陪在我左右？很好喝啊！
转身后，谁依然等着我？经历过才懂，执着放手，我们还是随时坚持。对不起啊，没事，不用，真的，我帮你擦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呀，什么不用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给我补偿一下可以吗？不是不可以啊，我看你的眼泪比较需要纸巾啊。这不是眼泪啦，是汤来的，乱说。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？啊，你不要讲这么多，你挡住我的路了。婉玲，你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马德。啊，等多一下啦，我不想这个时候跟上班族挤 MRT 啊。洪哲，哎，安迪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昨天晚上的手术很成功，应该可以完全康复。不过他年纪大了，要多休息。谢谢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啊！医生在医院出现是很正常的，只是探病的医生就比较少见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妈的生病？我刚才遇到你老婆。你跟她聊过了？你跟你老婆没有和好的机会了吗？我们之间的事，已经变成两家人的事，越来越复杂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无论是婚姻或者是爱情，当中的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那你觉得旁人的话重要，还是你的心重要？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老婆为了挽回我们的关系，她跟我岳母两个人联手做了很多令人心寒的事，我没办法理解，更别说原谅。身为旁观者，我是没有资格评论你们的婚姻。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谈谈，别带着情绪还有偏见去解决问题。如果我一个人这么想，或许是偏见，但是我一家人都这么认为，难道大家都错了吗？很多事情就算你亲眼看到，也不一定是事实，所以别太早下定论。我跟他生活了10年，就是太了解他，所以才这么确定没办法跟他相处下去。看东西不开灯，眼睛会坏的。我又不是付不起水电费。画的不错嘞，是谁画的？阿伯还是阿哥？子聪画的。哇，他以后可以当画家了。不过，这个美术老师怎么教小孩子画图画的？每一张都有人在哭，这么惨。不是老师教的，是子聪把心里的害怕画进画里。zombie， 这个阿伯呀，真的是有把我的话听进去。什么话 ？zombie， 我吓他说家里有 zombie， 叫他每天晚上一定要跟 daddy 睡嘛，就算我们不在家，也有阿伯盯住那只死狐狸精，想要跟你老公同一张床啊，等久都没有，这死狐狸精。
原来是你跟他说 zombie， 哪里有人这样教小孩子的？你吓坏他了，你懂吗？你不要这样紧张啦。我们小时候也是整天被父母亲吓大的嘛，没有这么严重啦。如果我不出这一招啊，你的老公啊早就被那只死狐狸精啊啃到连骨头都没得剩了。我是在帮你啦。谁要你帮我？都是因为你红着才会生气。像我们全家都以为是我指使你推妈的下楼，害他中风的。不是啦，都不是你指使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说？哎呀，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以为，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一样喜欢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，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要听你的话。像你当年把我丢给阿妈，自己一个人跑出去。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怪我，是我的错，我认了。所以我想补偿。太迟了，我再跟你说清楚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自己的家我自己救，你最好离我越远越好，懂吗？又炖汤啊！哎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干妈吵架啊？跟我关什么事？大清早不要给我提那个人啊，破坏我的心情。好，不提。你又炖药来乌鸡汤啊？哎，拜托，你能不能换一下菜单呐？啊，你换个牛排寿司这些都可以啊。哎，我喝补汤快喝到流鼻血了。叫你喝。你以为我要喝啊？每次看到你满满一罐出去，满满一罐回来，要不是我看那只鸡可怜啊，被人炖了没有人吃，不然全部丢马桶了。你很烦嘞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接受的。哎，干妈，来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要是跟我说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打死我也不信啊！哎呀，你们的个性，你们的死心眼简直是一模一样，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三个人了。人家越不理，越喜欢玩自虐呀！走开！哇！哎，你看，连瞪人的眼神都一模一样啊！晚上鸡汤你喝啊，我自己打包。还要吗？哎，诗慧姐，你来啦！什么淑慧姐，跟你很熟啊，假的要死。马德，你今天精神很不错啊，我炖了汤，你喝一点吧啊。有。马德，很补的，很好喝，你喝一点呢。有。安迪，你别那么激动，安迪，你冷静一点哦。淑慧姐，安迪看到你很激动，你要不要先离开啊？马德，马德，马德，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。好，我马上走，你不要激动啊，我马上走。我送你。这个你拿去端给他喝。你求我啊？看在你那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可以考虑帮你的。我的汤！马德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发生什么事？对不起，淑慧姐。马德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烫着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哎，没事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小心打翻淑慧姐带来的热汤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烫伤。他骗人的。你有没有烫伤？我没事，小事而已。淑慧姐，你不要这样激动，马德，不要这样，我帮你叫护士哈。马德，不要这样激动。
臭女人，死活力气，假的要死，恨死你！舒慧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烫伤？我没事，小事而已。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。你的脚受伤了，我的诊所就在楼上，我帮你吧。啊？哎，这边小心点。好，好，好。一般上烫伤啊，只要泡上冰水擦干，上药就行了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问你常煮这个药材汤吗？啊？这个味道跟你上个星期喷在我身上的是一样的。什么上个星期？上星期你在这里的公园喝汤呛到，喷了我一身，你记得吗？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上次我心情不是很好。没事，只要下一次要请我喝汤，用正常的方式就可以了。嗯。这个拿回去付吧。啊 ，Frida。嗯。谢谢啊。其实我要谢谢你才对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帮人敷药了。嗯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你常见的全科医生，我是看病人内心世界的医生。又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名片。张仲明精神科医生。啊，你是精神科医生啊？多多指教。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精神科医生啊！哎，听说你们这种医生跟人家聊天也要收钱的？我们的工作一部分是跟病人聊天，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收钱的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你可以找我，我不收你钱。我必须要收钱？那么好，为什么？跟朋友聊天也收钱，那很多朋友都跟我绝交了。你把我当朋友啊？你把自己当成是病人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又没有生病，不要乱说啊。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交一个朋友啊？看医生不用钱那么划算，当然交啦。你好，我是管淑慧。你好。这样是不是说我什么时候来这里跟你聊天都可以啊？嗯，不过我不常在这的，去我的私人诊所找我吧。这个地方？嗯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还痛吗？一点点，不过没事了。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，小心啊。哎，你最喜欢的戏啊？干妈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昨天才跟你女儿吵翻脸，一觉醒来坐在这里看电视吃葡萄。他没有说搬走啊，已经是很好了。作战期间呢，一定要把正能量插到夫妇。我现在是负能量夫妇啊！干嘛你？整个星期都不出门，晚上又不睡觉，一整天唉声叹气的，当然是全都是负能量啊！我也不知道啊，就胸口闷闷的咯。哎，我觉得我活不久了啊！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。胸口不闷了，不闷了哈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出去走走，去 shopping 也好，去泡妞也好，不然去帮你的刁蛮公主搬过来。别提这个人了，我气的就是这个人。要不是他出卖我，你会被赶出来；要不是他出卖我，我会变成不忠不孝不义之人；要不是他出卖我，我现在坐着难过，躺着难过，我呼吸都难过啊！有这么难过吗？有。这么严重？有。
她可是你的公主哦。疯婆子，婉玲犯错也是人之常情，换成是你干妈我中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也是会很着急的嘛，还管她什么道义不道义，对吧？好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就算我原谅她吧。可是她的立场也很明确啊，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与你为敌。与你为敌的人，就是跟我陈建过不去。我是恩怨分明，桥是桥，路是路。我的私人恩怨呢，绝对不会把你拖下水，不用顾虑到我啊。大妈，有你这一句话，我孤独终老也值了。女人嘛，我长得那么帅，我还怕没有人要啊？笑话，哈哈哈！你说得对，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孤独终老啊！你别自欺欺人呐！你这张思春脸啊，出卖了你的心。哎，你不要来这一套啊！我不吃激将法的啊！我说过我会挺你到底的。那就算他现在打电话过来求我啊，我都不会理他的。电话求你啦，理不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到做到，说不理就不理。我接他的电话，我是猪八戒啊，猪八戒啊！猪八戒。什么东西啊？还好意思问我啊？整个星期都没来找我，顾客都吵着要退钱了啦。喂，小姐，我以为你今天约我出来是要跟我解释道歉的，没想到还是要我做你的狗奴才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呢？你自己说过什么你自己清楚，你答应我要保守承诺的。哦，原来是说这个事啊。哎，是你们先把我妈都推下楼的嘞，我还没跟你们算账，你要我跟你道歉？医生已经证实了，你妈中风跟上次摔楼梯无关。当时我妈的出事，大家都乱透了，谁管医生怎么说啊 ？OK， 好，我就当你情急下说溜嘴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助小三对付我干妈？难道你一点都不顾虑我的感受吗？我为什么要顾念你啊？你做你做马的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谁叫你把我妈都推下楼啊？你以为我是真的怕你威胁，才心甘情愿为你做那么多事啊？你以为我是真的愧疚，才为了救你被烫到满身是伤啊？要不是自愿，我会付出那么多吗？你在出卖我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点担心我会难过？你这个疯婆子，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我喜欢你吗？你这死骗子！你不要跟我来这一招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你就不要帮我送货。我怎么会喜欢你呀？齐婉玲，你要送货找别人，我叫陈建，不叫范建。拜。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不准走！时间不逆转，平凡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
些事情，难在顺势